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半熟芝士蛋糕。半熟不是真的没熟，而是口感湿润、超有空气感的代名词，与戚风蛋糕底搭配在一起，口感更加的协调。和舒芙蕾有点相似，不甜不腻，入口即化。无论是冷藏还是趁热吃，都别有一番风味。我们先来做个戚风蛋糕片。由于这个底不需要很厚，所以我调整了一下配方，将牛奶和植物油混合。开始油水是分离的，大概搅拌了1分多钟，已经充分的乳化，变成很稀的白色糊状。分2次筛入低筋面粉。用厚蛋法的话，现在的面糊就会比较的稠，不需要用力搅拌，只要见不到干粉即可。取2枚中号的鸡蛋，分离蛋白和蛋黄，蛋黄分次倒入面糊里。搅拌后的蛋黄糊马上变得丝滑顺柔，是缓缓滴落的状态。将烤箱预热至160度，在蛋白里倒入少量的柠檬汁，能让蛋白霜更加的稳定。先中高速将蛋白打发成较粗的泡泡，体积明显的变大。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，蛋白霜里的泡泡开始变得细腻。再加入1/3的细砂糖，中速搅拌，直到纹路开始变得细腻。提起搅拌头，看看状态，是软塌塌不怎么成型的弯钩状。再加入剩余的糖，改成低速搅拌。记得最后一次加入糖之后，就需要不时的提起搅拌头，以免打发过头。当提起搅拌头时，是较为坚挺的大弯钩状，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湿性发泡。取1/3的蛋白霜放入蛋黄糊里，用翻拌的方式由下至上的翻搅，一边翻搅可一边转动容器，这样蛋白霜和蛋黄糊就可以完全的搅拌均匀。直接倒入剩余的蛋白霜大盆里，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搅拌，直到完全见不到白色的蛋白霜。如果因为翻拌的手势不正确导致消泡的话，蛋糕糊的质地也会比较稀，流动性较高。用了一个方形的烤盘来做，用油布代替油纸，可以让蛋糕底部更加的平整。倒入烤盘里，刮刀刮平，轻震1-2下，去除蛋糕糊里的小气泡。将蛋糕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160度烤至20分钟。烤盘的深度、烤箱的大小都会影响这个蛋糕片具体烤制的时间，请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。出炉后马上放在架子上放凉。半熟芝士一般都会用比较小的模具，烘烤时间短，而达到熟但口感半熟的效果。买了一套10个装的半熟芝士的模具，做10套垫在底部和4周的油脂，围边的油脂要比模具本身高出1公分左右。蛋糕片摸上去和体温差不多时，就可以用模具扣出印，切10个和模具大小一样的蛋糕片，把油脂分别垫在底部和4周，放上蛋糕片，放入垫了烘焙纸的烤盘里。现在来做芝士糊，这个芝士糊的制作与轻乳酪蛋糕稍有不同。先将奶油奶酪隔水软化，不要让热水接触到碗底。当奶油奶酪软化到完全没有颗粒，非常顺滑的状态，就可以关火。用1颗中号的鸡蛋，分离蛋黄和蛋白。蛋黄里可以挤入少量新鲜的柠檬汁，让芝士糊的口味更加的清新。如果没有就不用加了。再倒入大约5到10克的牛奶，筛入面粉。面粉可以用普通面粉、低筋面粉或者玉米淀粉，搅拌到完全没有干粉就可以了。将牛奶小火加热到50到65度之间，摸上去是温热的，一边缓缓倒入蛋黄糊里，
一边搅拌。如果感觉有点面粉颗粒的话，就过一次筛，然后倒入小锅里，小火加热，这时就必须不停地搅拌，大约1分钟左右，牛奶开始变得粘稠起来，大约是这样的糊状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倒入黄油，让黄油融化，再分几次倒入软化的奶油奶酪，不断的搅拌，以免形成小颗粒。现在的芝士糊非常的顺滑，而且散发出浓郁的香味。这时就可以预热烤箱至155度。由于只有1颗蛋白，所以尽量用小一点的碗来搅拌，和前面做蛋糕片的步骤基本一样。蛋白里加入少量的柠檬汁，分3次倒入细砂糖，最终需要蛋白打发至湿性发泡，呈现这样比较坚挺的大弯钩状。同样用 fold in 的方式来翻拌芝士糊和蛋白霜。翻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从底部往上翻搅，这样才能把蛋白霜彻底的和芝士糊混合。由于翻拌不均匀，就很容易导致所谓的布丁层出现。放入裱花袋里，挤入模具，大约8到9分满，基本上是高出模具本身，但是低于围边。把烤盘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烤盘里，倒入热水水浴，放入烤箱中下层，155度先烤至25分钟。因为半熟芝士蛋糕烤制的时间相对比较短，模具也比较小，用热水水浴可以让芝士糊更快地达到口感半熟的状态。最后调高至190度，烤6分钟上色。取出后马上脱模，稍微放凉之后，表面会有一点起皱，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。因为中间的芝士实在太有空气感了，一入口即化，一点都不觉得腻。你也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几个小时后再品尝，又是另一番风味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在家做完之后发照片到我的 Facebook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